我妈嫌我婆婆不要强，想利用我婆婆在加拿大给她开饺子馆，真事儿。你看我妈吧，贼烦我婆婆，这大伙也知道。但是温迪走之前呢，他俩这关系有所缓和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我妈是个生意人，她在温迪身上看到了商机。很早以前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我妈来看我，我妈因为吃不惯就开始自己包饺子。然后你们知道饺子这个东西吧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家里包的香。我身边这些外国人呢，连正宗的中餐馆都没咋去过，所以那真是吃的急头白脸的。当时我妈就看到了商机，就跟我说读什么博呀，就在大本钟底下开饺子摊儿。然后温迪从铁岭走的时候呢，也贼爱吃俺家饺子，还跟我妈说，我能不能用保鲜盒包一盒饺子，给我加拿大的老公和2个女儿带回去？我妈本来要埋汰他，就说不是你在加拿大买一盒饺子多少钱呢？至于吗，温迪啊？温迪说一份10个$15。我都能听到我妈脑子里不灵一声金币响了。我妈赶紧继续追问，哎，温迪，你在铁岭吃过的最香一顿饺子是哪顿？温迪说昨天晚上那个。我妈说昨晚那顿是驴肉馅的。哎，你就没有想过在加拿大卖驴肉馅饺子吗？温迪说加拿大没有驴。我妈说那你去搞驴啊，有需求就有市场。温迪说我上哪搞驴去啊？大半姐自己在那一顿查呀，过一会儿偷摸过来告他妈。这事儿还真能解决。我查了，你让马和骡子在一起生小孩，生出来的就是驴，就是驴。温迪问我是这样吗？彩玲，我说是骡子是马，生出来溜溜嘛。于是我妈就开始疯狂给温迪洗脑，先打听了一下温迪的工资，发现不高，然后就开始灵魂3连问。你有梦想，想给自己当老板，想将来老了的时候留给自己的子孙一个江山吗？温迪想了一下说不想，不想。我妈说你听我说，咱们开一个饺子馆，我出专利，你出力，绝对能挣。温迪说不是，加拿大人没有出去吃饺子的习惯。我妈说我们以前也没有出去吃汉堡的习惯呢。在抖音出现之前，人们也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呢。现在万千人刷着手机看别人叭叭唠扯，是因为有人先研发了 TikTok， 习惯是引导的，需求是用脑的。加拿大人吃饺子是需要用营销去干扰的。我们面前这盒你要拿回加拿大的饺子，在你眼中是你温迪的个人需求，在我眼中是加拿大西海岸乃至北美乃至全球万千人的需求。这保鲜盒就是铁岭和加拿大贸易的廊桥，我妈真燃起来了，但是给温迪做培训的时候还是给整疯了。是这样的，温迪必须需要我妈给他一个梯度表，包10个饺子、50个、100个、200个，分别用多少面、多少水，必须用一个表格形式展现的一目了然。我妈才发现温迪这个算术啊、99乘法表啥也不懂，也懵了。说要不你跟你孙子先用学而思吧，先学数学。那以你的水平，我比爱算术都够你一项。学而思学习机不仅搞定你数学，他英语的外教老师发音听起来比孩子他爸还有文化。课程跟动画片一样，拿铁现在最喜欢这个魔法七巧板，锻炼手脑配合能力。为了确保他能学着点手艺，我妈还特意邀请了我二姨、我老姨辽北蒸煮水饺双煞来给他做了一个沉浸式集训，就是跟着二姨老姨学会包饺子，把手艺带回加拿大，用二姨老姨的手艺赚加拿大人的钱，这就叫师夷长技以制夷。我妈说了，我们的口号是旗舰店在温哥华，分店遍布北美洲，让世界拥抱来自铁岭的翠华蒸饺第一次抽。但是呢，那温迪学那玩意儿都就饺子吃了，就她也被我妈燃起来了，打鸡血了，回去就开始给她老公包了一顿。她以为当时她都看明白了，结果第一次面对这个多少面加多少水整稀烂。我说当时你不是跟了一下午吗？啥也没学着。她说我也听不懂他俩说啥，就只能靠饺子在旁边给我翻译。他翻译那个内容里，你二姨和你姥爷也没咋唠包饺子，就一直说那个赵玉霞要离婚。最近我女儿早达在疯狂教她奶奶温迪汉语，孩子最近网课上疯了，每天认真写教案，给她奶奶进行线上语言授课。 Hello class, let's start our Chinese today, shall we? 但是吧，在澳达的汉语呢，你知我知，温迪不知。那是一个当年台湾老师问今天的天是什么蓝？他回答瓦蓝的女子，她教出来的学生可想而知。但是呢，她是真敢教，她奶也是真敢学，学完还真敢用。在澳达教她奶奶的第一个词儿是多损，她是这么解释，她说我妈一听着谁说的什么话给她逗够呛，她就说多损，就是 is very funny 的意思。她教她奶奶第一个4字成语是哎呀妈呀。我婆婆问她啥意思，她说哎呀妈呀，就是 Oh my God 的意思。我婆婆说那我怎么拆分来学呢？那拆分就是 Oh my 就是哎呀 God 就是妈呀。从那天起，我婆婆所有的祷告词全变了，每天吃大餐之前收完手，感谢您赐予的美餐与美酒。妈呀妈呀，哦，让饥饿的人赶快用餐吧，我真的是等不及了呢，看在妈呀的份上。然后我公公在旁边看着，多损多损。但是我发现温迪吧，他用错了，他也不觉得咋地。他不管学这个词儿有多简单，不管用的是对是错，他觉得哎，我能说 Chinese 这事儿就已经很酷了。我觉得咱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点过于娇羞了。我觉得中国是能用双语沟通的人口比例，在世界上来看比重都非常高的国家。我姥都能说 Thank you， 我农村的二舅姥爷都能说 Good morning， 对不？这在外国人心中是很奇特的。我以前有个室友是法国的，还有个好朋友是西班牙的，他们的家都在法国、西班牙的小镇上。我去他们老家玩的时候，他们全家没有一句能说英语的，更不用说汉语了。所以在语言沟通这问题，咱就得自信，别一整就 My English is very poor。
你能把这句话用英语说出来，你就已经是科技与狠活了，还破啥呀？你反过来说，大胖媳妇一到东北，啥也不会说，指着个锅包肉，这个好吃。哎呀，这小伙汉语多好哈！这小伙，其实他说的啥玩意儿啊？啥玩意儿啊？所以就是得敢说。我真遇着过几个东北跟我老公敢说的，给我逗稀了。有一次我跟大胖媳妇一块去东北烧烤店，他面对着前边这个烤肥肠，不知道啥玩意儿，问我这是啥。有几个会说肥肠的，我也不知道咋解释。整个烧烤店没人知道咋解释。我旁边我的高中同学，英语应该是科1都没过，学炮兵的，当场给解释明白了。You look at me， 你吸进去 air。勾当，闻一它到这，咚咚咚，不，这个咚咚咚，啪放桌上，咔，barbecue， 烤大肠。解释明白了。还有一次，大胖媳妇在铁岭 KTV K 歌，她唱歌这屋呢门是开着的，外边过去一大哥，喝多了就要进屋来敬酒。大胖媳妇那天唱的是加州旅馆 Hotel California 就那歌，但她五音极其不全，就你听不出来唱的什么玩意儿。然后这大哥就进来了啊，我跟外国友人提杯酒，大胖媳妇 Hotel California， 大哥进来一把大胖媳妇搂住了。 I like 韩磊老师 very much too。最牛的是我老姨姥，我老姨姥稍微有点阿兹海默了，但年轻时候是老师，就有一定英语底子。第一次见我大胖媳妇飙狠活。Which 国家 are you from？ 我大胖媳妇说 Canada。我老姨姥说 I like 加拿大。澳大利亚 is a very good country。哎，这些狠人还都是说英语的呢。还有一次，人烧烤店老太太人没说英文，我大胖媳妇以为又是个狠人飙英文呢。我们去那个炕上撸串，来个老太太60多岁，端上一盘锡纸酸菜，人是这么说的：加小心，耶啊！我大胖媳妇说耶。张大铁这个小老头，他不相信圣诞老人。你说谁能想到张大铁第一次见到圣诞老人，他给人唱了一首苹果香。他爸为了给孩子守护一个圣诞老人的美丽童话，很努力。可是面对这么一个顽固的唯物主义斗士，竟束手无策。张大铁从小吧，他就没过过圣诞节，也没见过圣诞老人。但是他姐在澳达在加拿大的时候呢，他奶很在乎这事儿，所以在澳达对这个事儿他很兴奋。那为了满足这个孩子的童真，我们寻思也可以安排一个圣诞老人。但是呢，怕孩子看出来，大胖媳妇最后就找了他一个朋友，假扮圣诞老人来我家给孩子一个惊喜。结果张大铁第一次见到圣诞老人，所有的反应都在意料之外。家里有人吗？你们的圣诞礼物来喽！上门口就行。这圣诞老人说他从芬兰过来，给他们带来了礼物。张大铁说：“那你是外国人，你会说英语吗？”那我考一考你，主优。你说个长的。他居然还捅过他姐，让他姐问圣诞老人：“你来中国办签证了吗？”圣诞老人说：“我是圣诞老人，所以不用办签证。”张大铁认为这很不合理。不对，我去加拿大都要签证。妈妈说我还被拒签了，你怎么不被拒签？反正张大铁就是完全不买单。确实，这个圣诞老人也是有点太简陋了。于是大胖媳妇决定必须他亲自上阵。没想到试圣诞老人的衣服的时候被翟奥达给发现了，父女俩讨论了一下，就达成了共识。翟奥达呢就装不知道，给他爸打掩护，目的就是让张大铁相信一次圣诞老人，就算是完成了一个小孩见到过圣诞老人这个童真的梦。于是晚上孩子们都要睡觉了，大胖媳妇各种礼物也准备好了，马上变装，每人都有礼物。我的礼物我很满意，修了一口国内刚上市的新品抗皱精华，敢说灵感源自肉毒项目，人家都有真本事。看这个弹纹数据，大胖媳妇都想用，说是模拟抗皱项目，动态表情纹加顽固皱纹加干纹细纹一锅端，眼纹法令纹算是有救了。大胖媳妇给我发信息说她准备好了，我就说，哎，孩子们你们听，外面是不是有声音？翟达说，哎，那不会是圣诞老人来了吧？可是张大铁却找了一根棍子，如果他是坏人，我就削他。翟达告诉弟弟，这就是真正童话故事里的圣诞老人。然而张大铁关注的全是现实主义问题。你咋进屋不敲门呢？你咋不穿棉袄呢？你穿长裤了吗？就穿个长裤，多冷！你太热也太红了耶！你属蛇吗？你是不是本命年吗？我太奶也是本命年。你踩小人了吗？你咋不说话呀？圣诞老人不会说话，这扯。你家里人跟你一起来的？圣诞老人没有家人。没有老伴儿啊。那我给你唱首歌吧。有仙界女孩上来，白羊牵手吧，牵手吧。他看圣诞老人没反应，告诉他姐，你给他唱英文歌。你先唱那个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Bell。大胖媳妇看这个架势再待肯定露馅，摆摆手道别就跑了。你待会儿呗，咱俩家吃点呗，咱俩家吃点呗。